认识7年，在我店里当店长5年的闺蜜廖青青跟我翻脸了，1个月给我5万，否则我就不干了。第2天，对面的店铺装修好，居然就是闺蜜的店，开的和我一样是烧烤店。廖青青放出话来：没有我，苏氏烧烤1个月之内必然垮台。想搞我妹妹的店，问我们了吗？青青，咱们店1个月利润才5万都不给，还说什么好姐妹？不是明摆着拿我当廉价劳动力吗？以后就桥归桥，路归路吧。你就是看着旺季要来了敲竹棒。王师傅，你还等什么呢？走啊！王师傅才不会跟你一样。王师傅，你可是我们店干了10年的烧烤大师傅，手艺全在你身上。你走了，咱店里就剩一帮小工。这马上就是旺季了，你让我们怎么办？苏苏姐待你不薄啊你！我儿子来过几次送货，喜欢青青，所以……王师傅，就算你要跟他走，他现在也没电啊，好歹干了今天，让我也有个缓冲。上牌子！原来对面这个装修了1个多月的门面是廖青青的，刚刚还假模假样的跟您谈薪资，不过是想给自己一个理直气壮背叛的理由。原来对面的烧烤店就是你搞的，你也太不是东西了。要怪就怪你没把我的付出当回事。大厨我都能说带走就带走，这下你该知道我的重要性了吧？当年他刚毕业，1个月2000块房租，吃饭都不够，是我给他每月8000，一路培养一路长。他不算勤奋，也不算努力，但我真心拿他当自己人，给他兜底，竟换来如此彻底的背叛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想好，走了，可就别说再回来了。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你就算给我8万、10万，跪下求我，我也不会回去了。没跟你说，我问王师傅。我什么我？你忘了你怎么答应你儿子的？我跟你说，店里的客人我都熟，大厨我也带走了，没有我，你的店1个月都撑不到。接连2天，廖青青的店铺都挂着7折的新店活动横幅，店里座无虚席。为了让大家知道他店里的主厨师傅就是我店里烧烤了10年的老师傅，他甚至专门让王师傅在门口烧烤。哎，这是不是苏苏扩店面了？王师傅都在这边，肯定是了，恭喜啊！差不多啦，肯定还是老味道啊，服务也不会变的。来，坐，今天打7折。廖青青的店铺每天半个小时不到就座无虚席了。哎呦，今天就这么几桌啊？我天天在店里从早守到晚，客人全是我维护的。你看看那些老顾客，哪个不是冲我来的？看到没？这些都是人脉，是我5年攒下来的。我当然看到了，我还看到了聊天记录里，他动不动就给人抹零头，320的单他收300，500出头的他直接抹成500。小李跟我说过不下10次了，说他经常趁我不在的时候拿店里的利润做人情，还跟客人说这店就是我在管，老板基本不来，我没计较过，毕竟是在一起这么多年的闺蜜。这简直是农夫与蛇啊！他落魄的时候您对他那么好，他现在长本事了，反过来把您辛辛苦苦经营的事业反手就撬走了。王哥，味道怎么样啊？据我所知，现在苏苏烧烤也就几个小工了吧？他们能烤个什么？还行啊，这是小工烤的，我怎么觉得比之前的味道还好吃点？是啊，挺香的，火候不错啊。你们这些土鳖能吃出什么来？苏苏姐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我受委屈，从来还没有轮到过我自己出手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些人是来吃烧烤的。请问苏晨苏大厨到了吗？还没到，马上。好的，我们先定位，一会儿人还会更多。劳驾把2楼也开了。咱们没有2楼。没关系，院子也行，我们站着吃都行。8800，只求苏大厨亲手做一道菜。18000，往后1周我顿顿在这吃。2万、3万、2万。我的烧烤店60平方，小李加上3个小工，总共4个人，却涌进来20多个身家过亿的人，在这里竞拍一道菜。老板，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啊？追着我大哥到处跑的。苏晨，我大哥，顶级星级主厨，私房菜大佬，掌握7国菜系，在全球有12家私房菜馆，每家都要提前3个月预约，最贵的一桌排到了明年。好歹也是咱家的字号，让人欺负成这样。
规矩，在苏晨这里吃饭有规矩，不催，不闹，不围观，不拍照。能坐在他桌前吃一顿饭的人，觉得第一件事就是等会。食材我带了，你这冰柜太小，让他们先从车上搬。苏晨的厨师团队，每一个都是从全球各大厨艺学院掐尖选出来的。消息不知道怎么传出去的，可能是那20多个大佬的司机发了朋友圈，也可能是路过的人拍了那一排豪车。总之1个小时后，我店门口排起了长队，排到了街尾，拐了个弯，又排了半条街。老板，对面一个人都没了，客人全跑到我这边来了。谁能想到这小店有这么大背景？怪不得之前在这儿吃的时候就觉得底蕴深厚。这烤串的手法一看就是有传承。这食材平时星级大酒店都难得一见啊，这必须得尝尝。干嘛？我看看怎么？看什么看？走走。苏苏，你让人打我！谁打你了？我赶苍蝇呢。苏苏，没了我不行就大大方方承认，搞这么大阵仗虚张声势有意思吗？你算算成本，帝王蟹腿多少钱一斤？你能撑几天？只会亏更多，愚蠢。你说成本？半个北欧的海鲜供应链都在我团队手里，这些蟹腿是我那边不用的边角料，运过来只花个路费，算起来比小龙虾还便宜。比这更好的食材已经在路上了。哎呀，青青姐，才开餐2个小时，100多万了，好像快赶上你在我们这儿当店长时候1整年的营业额了。一个店怎么经营才是关键。我当了5年店长，这是我的强项。差异化降本增效，分分钟客流回暖。这些词每一个都是我教他的，听了几遍就真以为自己会了。廖青青回去后第一件事就是叫来王师傅，这些事是后来王师傅自己说的。食材成本砍30%。怎么砍？虾不用全鲜的，市场上那些隔夜虾便宜1半还多，混着用。我做了30年烧烤，从来没用过死虾。30年，在苏苏那儿不也就那样？他给你多少你不跟我说说？我给你加3000块。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不是钱的事儿，那是什么事儿？你能做就做，不能做我重新找人。王清扬，我店里干了10年的老师傅，手艺好，脾气也犟，但他犟不过现实。现在是旺季，别的烧烤店师傅早就备齐了，他这时候走出去根本没地方去。他咬着牙答应了。头2天还行，第3天炸了，7个客人集体拉肚子，其中1个是孕妇的家属，当场掀了桌子。廖青青的店被砸了，围观的人拍了视频，评论区全在骂。恶人自有天收。在咱店的时候，王师傅从来没出过这种事儿。不是天收。在咱店的时候，货源是我把控的，每一批虾我都验过，从来不让有问题的东西进后厨。你们的服务我每天复盘，哪桌客人什么反馈我都记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品质优先，从来没过度打折，所以来的客户都是真心认可咱们产品的人，不是来薅羊毛的。薅羊毛的客户最容易出纠纷。所以根本不是廖青青人缘好，是我们本来吸引的就是优质客户。你一说就明白，他跟了我5年都不明白。廖青青本来就没多少本钱，开业大酬宾赔了一波，指望后面回血，血没回成，又出了食品安全纠纷，赔客人医药费，停业整顿，重新装修，他那点积蓄已经见底了。以前的廖青青永远红光满面，说话中气十足，现在他看我的样子，恨不得把我生吞了。你别得意，再怎么说我的店又大又宽又明亮，现在是旺季，等我重新装修完，1个月净利润5万，还是轻轻松松的。当天晚上，二哥到了。二哥苏宇，资深网红餐饮空间设计师，工装界的大佬，全国60%的网红打卡餐厅出自他手。他擅长一件事，用最低的成本把最破的店翻出最贵的效果。苏宇，二哥跟他打过交道，3年前他租了个小公寓，找不到人装修，是我让二哥帮忙设计的，没有收他1分钱。他逢人就炫那个公寓，说装修看着至少值100万。苏玉，你来了，现在知道补偿我了，晚了。不过我只会感谢苏玉，可不算在苏苏头上。谁说我来帮你装修了？我跟苏苏是闺蜜啊，你忘了？我的公寓还是你帮我弄的呢，我可喜欢了，好多人都说。你也说了，之前帮你是看苏苏面子，
你现在这样对苏苏，我帮你个屁！赶紧走，别让苏苏看到你在我这磨叽，搞得她心情不好，不然我把你那店再给你砸一遍。等等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上次帮你做的公寓设计费没结吧？行，动手。他的团队当晚就开干了，加绿植、改灯光、换桌椅布局，没有大拆大建，全是4两拨千斤的手法。第二天早上我来开门的时候，差点以为走错了店，原来土得掉渣的小烧烤铺变成了一个复古又有氛围感的小馆子。暖色的灯打在旧砖墙上，垂下来的藤蔓植物隔开了每一桌的空间，既私密又松弛。周边写字楼的白领中午就来了。之前觉得烧烤摊太土没格调，这不正是我们要的那种放松又不掉价的氛围吗？白领拍照发朋友圈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下午茶时间就坐满了，晚上更不用说，需要提前1天预约。你好，苏式烧烤，请问几位？老板，又满了，外面还排着20多桌。这边坐不下的可以来我这里，我2家是闺蜜店，之前我们在一起开的，味道一样。廖青青脸上笑容满满，声音又脆又甜，确实忽悠走了几个不明真相的，但去了1次就没有第2次，味道差太远了。苏晨的团队带着我店里的小工已经练了大半个月，那几个小伙子天赋不错，基本功扎实多了。而廖青青那边，王师傅自从出了那次食品安全事故，整个人都废了，做菜畏手畏脚，生怕再出事。但廖青青又一直催他降成本，他夹在中间，一天比一天憔悴。老板，王师傅，我能不能回去？我当时就是被蛊惑了。他说了很多，说您其实根本不在乎我，说您一直想换人。我1次不忠100次不用，更何况苏式烧烤靠的从来都是我们自己的标准和调料配比，这些东西你学了带走了，又反过来用在跟我对着干的店里，我怎么可能还用你？大哥苏晨的那些客户一看二哥的手艺，纷纷找上门来要签约，请二哥帮他们的餐厅做空间设计。小妹真是我的财神爷啊！从那天起，他隔3差5就在店里发脾气，骂服务员，摔东西，踢凳子。不到1周，他的服务员集体辞职了，全来了我这边。苏苏，你用不正当手段挖我的人，你不地道。廖姐，没人挖我们自己来的。你在店里动不动就摔杯子砸碗，上次还扇了我同事1巴掌，谁愿意在你那儿干？你还好意思说挖人不地道？当初是谁把我们的大师傅挖走的？干了10年的大师傅啊！你说挖就挖，有想过我们的店怎么办吗？是谁不地道？不对啊，之前青青你不是说这是你们的分店吗？你跟苏苏姊妹开的？对啊，我是因为你说2家一样才去你那儿的，结果味道差了10万8千里。原来是挖了人自己单干的，还开在正对面，这也太缺德了吧！我再也不去他那儿吃了。苏苏，我错了，我不该走的，你让我回来吧，就还跟以前一样，1个月1万5就行，不1万2也行。你哪是知道错了，你是没钱了吧？我心里算得清楚，他之前没管过进货，进价比我贵40%，搞降本增效，搞出食品安全事故，赔了一大笔医药费，停业装修又花了一笔，服务员集体走了，他还得重新招人，他的钱早就没了。多少钱能让我回来？你开个价。多少钱都不可能了。小李现在是店长，1个月5000，比你干得好。上班不嗑花籽，不看电视，不会有客人油嘴滑舌夸2句就给人抹好几10块的零头。
你会后悔的。第二天早上我到店的时候，差点被对面的镇长给逗笑了。廖青青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堆小龙虾玩偶，摆了一排在门口，小孩子一看就迈不动腿。他还推出了烧烤儿童套餐，牛柳加 AD 钙奶，19块9，宝妈们最吃这套。经营这件事儿也不是全靠产品和装修的，还得看会不会运营，你懂不懂？这不就是3年前您策划的那个方案吗？当时让他执行，他说太麻烦不弄的那个，他现在倒好意思拿出来用。随他吧，别管是谁先想的，大家只能看到是谁先做的。我就是这条街第一个做儿童套餐的，效果你也看到了，谁学别人谁是小狗。这条街没有人需要你来教营销。现在是旺季，每家店都不缺人，只有你的店需要搞这些花活。三哥，苏木，爆款餐饮运营操盘手，流量界的大神，短视频引流，社群营销，门店爆单。你在某音上刷到过的那些排队3小时的网红餐厅，10家里有4家是他操的盘。太 low 了，拉低了整条街的层次。最大的受害者还是苏苏的店。你看苏苏那边多吵，再一看你这电线杆子上的小广告，都是苏苏逼我的。我现在就想赚点钱，我管不了别人。要是我没回来，你这钱或许还能赚2天。三哥做事的速度比大哥和二哥都快，半个小时不到，3辆面包车停在店门口。这又是什么人？网红景点的 NPC。什么？你刷过那种景区里突然有帅哥跟你对暗号送花的视频吗？就是他们。你们在门口跟路过的女生互动，发起专属挑战。你们在店里的小舞台上表演，你们客串服务员，拿着托盘端烧烤穿梭在桌子之间，拿出你们的魅力，去吧！第一个女孩子尖叫的时候，连锁反应就开始了。她拍了个15秒的视频发到抖音上。救命！这个烧烤店是什么宝藏？帅哥 NPC 单膝跪地给我递烤串，我人没了。40分钟，200万播放。3000万。他说的是相关话题的总播放量。廖青青店里的宝妈们坐不住了，她们带着孩子跑到苏苏这边来，不是为了吃，是为了看帅哥。你们不是来吃儿童套餐的吗？孩子在你那儿吃完了，我来这边吃。姐妹，这边帅哥太多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人越来越多，凌晨2点了，我店里还在翻台。三哥的团队节奏控得好，每隔半小时就有一个新互动环节，让人舍不得走。相关话题播放已经突破4亿，这家烧烤店在一夜之间成为全网热门打卡地。苏老板，已经有大量外地游客涌入，你们能不能把这个活动持续做下去？我们可以在文旅方面给予支持。这才刚开始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每天开餐后人就里3层外3层，多到什么程度呢？排队的人占满了廖青青店门口的人行道，全都伸着脖子往苏苏这边看。走开，别挡我店门口！第1天有人让了让，第2天他又赶，第3天一个在排队的小姑娘被他推了一把，差点摔倒。第4天他又跟一个大爷吵起来，大爷报了警，廖青青被带走了。你是疯了吧？跟客人打架？你30岁的人了，你要不要脸？你怎么不在苏苏那儿好好干了？人家待你多好，你不知道吗？你爸上次住院的钱谁借的？你公寓的装修谁帮你找人弄的？去，找苏苏认个错，好好说话，看人家还肯不肯要你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每个人都觉得他好？他好什么好？你们就只看到他对我好，你们怎么不看看他现在怎么对我的？他3个哥哥把我的生意全毁了。那你先挖了人家师傅。他没有回店里，他回家开了直播。我跟苏苏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开店我全心全意帮他，5年，我把青春都搭进去了。结果呢？我只是提了一点合理的要求，他就翻脸，动用他3个哥哥来整我，3个人联手来碾压我一个小姑娘。他自己呢？他什么都不会做，连一道菜都做不了。他就是靠家里，没有那3个哥哥，他什么都不是。他不就仗着出身好吗？
我从小家里穷，什么都靠自己打拼，现在好不容易想独立出来，他就这样对我。直播间涌进了几十万人。苏苏如果有本事，就别靠哥哥，自己来跟我比，比什么都行，我不怕他。评论区被带起了节奏。我在这里正式向苏苏发起挑战。明天晚上，你的店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你敢不敢？这条直播切片当晚冲上了热搜第3。需要我出面吗？不用，他说的对，我确实该自己出手了。老板，他疯了。他说你什么都不会做，连一道菜都不会，明天他肯定要来闹。苏苏，出来！你干什么？谁让你上台了？下来！让他说。在座的各位，你们知道这个店为什么火吗？因为他有一个国际大厨的哥哥，因为他有一个设计师哥哥，因为他有一个搞流量的哥哥。这个店，他苏苏自己什么都没做。你们觉得他厉害，他连一道菜都不会做，他连一个方案都写不了，他就是一个站在哥哥的肩膀上吃红利的人。直播间弹幕疯了。说得好，确实是这样，没有那些资源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苏苏，你有本事就上来，不靠任何人，自己做一道菜给大家看看，你敢吗？你说完了？你做菜给大家看啊！我为什么要做菜给你看？你说我什么都不会。廖青青，你跟了我5年，你以为我在忙什么？你在店里嗑瓜子看电视的时候，谁在凌晨4点去水产市场验货？你每天肆意给客人抹零头，谁在后台一笔一笔对账？你觉得我只是在进货运营？进货运营4个字，是你觉得简单，才觉得不值钱。你在我这5年从来没操心过货源出问题吧？没操心过服务员闹事吧？没操心过食品安全吧？没操心过现金流断裂吧？你以为这些事情是自己不会出问题的？是我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把每一个问题都解决了。你自己开了1个月的店，货源出了问题，用死虾做菜，客人拉肚子；服务管理出了问题，员工集体辞职；成本控制出了问题，开业1个月亏得底裤都不剩。这些事在我店里从来没发生过，你以为是运气？直播间的弹幕也慢了下来。你就是靠你哥！我哥来帮忙，那是因为我值得帮。做一道菜，做一个设计，做一场营销，这些事儿有本事的人到处都是，花钱也能请到，但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，知道怎么把人组织起来，让每个环节都不出错，这才是开一家店真正需要的能力。你没有，你连进一批虾都能出人命。小苏老板说的对，一个店能开5年不出事儿，那才是真功夫。我们上次在对面吃的，孩子差点吃坏肚子，就是用死虾做的那次。廖青青的直播间弹幕完全变了方向。我操，用死虾做菜，这是哪家店？被打脸了吧这下？苏苏说的有理有据，人家确实有本事。你就是会说，有本事你做一道菜。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是我想让他看清楚。不是大哥教的，不是团队做的，是我自己腌的料，自己调的汁，自己颠的锅。苏式烧烤的底料配方从来都在我手里，每一味调料的克数我倒背如流。我做烧烤的时间比王庆阳还长3年。尝尝。这个虾比你之前那个王师傅做的好。我小妹9岁就开始跟我学做菜了，你以为她光学的进货？
的直播间人数从30万涨到了80万，但每一条弹幕都在骂他。那天的营业额破了开店5年的记录，不是因为大哥的帝王蟹，不是因为二哥的装修，也不是因为三哥的流量，是因为所有人亲眼看到了这个店的老板到底是谁。廖青青消失了3天，她的店关着门，灯也不开，门口那排小龙虾玩偶到了一地没人收。第4天，有人拍到她在深夜的时候，一个人坐在自己店里的地板上喝酒，周围全是没收拾的桌椅碗筷，还有之前被砸坏没锈的玻璃窗，凉风从破口灌进来，她也一动不动。那条视频没什么人看，他廖青青的热度已经过去了，网上的风向全面倒向了我。有人扒出了我每天凌晨4点去水产市场的照片，有人找到了我跟供应商签的长期合同，价格确实是整条街最低的，还有人采访了我以前的员工。苏苏这个老板从来不骂人，但要求严，每一桌客人的用餐状态他都留意，客人有要求更是会马上调整。三哥专门找到我，这可不是我营销的，我什么都没做，这叫口碑的自然反转。之前他博了一波同情分，但事实摆出来之后，他自己会不量。第6天，廖青青的店重新开门了，没有横幅，没有折扣，也没有他站在门口招揽客人，就是安安静静的开着。进去了几个客人，不多，但有。活该。大哥第2天就离开了，他的行程排到了年底，全球各地的私房菜馆都在等他。你的小工都还学得挺快的嘛，没少学我的绝活。选人你还真是有一套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走吧。好多地方我做了装修，他们用着用着就退化了。我还担心你这边也是这样，给你做的装修，你是越用越有味道了，审美挺不错啊，小妹。三哥走得最晚，他帮我搭好了整套线上运营体系，短视频账号、社群、会员系统全打通了。我有个朋友，他说他喜欢你，想留下来。滚！好嘞。3个哥哥来了不到1个月，全走了，店还是那个店，但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3个月后空镜，夏末秋初，树叶微黄。3个月后，夏天的尾巴，烧烤旺季快过了，我的店稳定在日均15万的营业额，2楼也开了，那是二哥走之前设计好图纸留下来的。他管人有一套，不骂人，但赏罚分明，是我从他第1天当店长就发现的。他再也没来找过我，偶尔在路上碰到，他会把脸扭到一边，我没主动搭话，他也没有。苏苏，我的店下个月关门了，房租到期续不起了，欠了供应商10几万，下个月也得还。我打电话不是来找你借钱的，我就是想说，你说的对，我确实不会开店。5年了，我在你旁边看了5年，我以为我什么都学会了，其实什么都没学会。我以为他挂了。那碟蒜蓉小龙虾我尝了。什么时候？你端上台的时候，盘子放在那儿，我走之前偷偷加了一只，比王后娘做的好吃。说不清什么感觉，不恨也不心疼，就觉得有点可惜。7年的闺蜜走到这一步，其实谁也没赢。第2天我该干嘛干嘛，凌晨4点去市场验货，6点回来分拣，8点跟小李开晨会，10点检查库存，中午盯前厅，下午盘账，晚上巡店，日复一日。这才是开一家店真正的样子。苏式烧烤的招牌亮到半夜，门口排队的人还是很多，不用打折，不用玩偶，不用任何花活。他们冲着味道来，冲着品质来，冲着这里踏踏实实的每一口烤串来。老板，他那个店真要关了。嗯，那他以后怎么办？那是他的事了。